塞尔维亚缺乏先进战机，并有意采购补充的消息最近被炒得火热。单从武器性能和性价比上来说，中国战机对塞尔维亚的适配度其实相当之高。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根据美媒 Military Watch 的报道，塞尔维亚军方已经开始考虑采购更加现代化的先进战机，代替本国的老旧战斗机。塞尔维亚空军的整体规模这几年正在呈现萎缩状态，主要是近些年来退役了30多架老旧的米格21战机后，塞尔维亚的空军就剩下14架米格29战机和14架 G22战斗机了。这样的空军实力实在是太过贫弱。当前，塞尔维亚空军装备是苏系战机为主，其空军主力米格29战机来源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但是米格29只能说是最初级的3代战机，相比周边其他北约国家，米格29已经落伍。但是当前，塞尔维亚已经不可能从俄国获取先进战机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果塞尔维亚在当前这个敏感时间段向俄军订购先进的战机，那么肯定将招致西方各国的一致制裁。而且考虑到俄罗斯过去以往向塞尔维亚出口武器装备几乎没有什么特殊优惠政策，部分高端武器的价格之高，远非塞尔维亚的军费所能承受得起。早先塞尔维亚选择了中国 FK3 防空导弹系统，而非俄罗斯的 S400，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的 FK3 要比俄制 S400 便宜许多，物美价廉的中国外贸武器更具性价比，是塞尔维亚国防建设更好的选择。因此美媒认为中国的战斗机和欧洲的战斗机将成为塞尔维亚空军的新选项。塞尔维亚向中国购买的防空系统 FK3 导弹也已到货。这种高价值武器的交易进一步加深了中塞两国的战略互信。而且中国有2款战机是塞尔维亚空军的最佳选择，分别是歼十 C 中型战斗机和枭龙3轻型战机。其中歼十 C 是中国空军的新锐3代半战机，被美媒认为是最适合满足塞尔维亚国防需求的战斗机，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出口性能最强的战机。此前中方就向巴基斯坦出口了25架歼十 C。 歼十 C 战机的航电设备与第5代战机相当，搭载有十分强烈的空战武器，而且具有较低的维护需求和保养成本。从成本这一角度来说，非常适合经济本就拮据的塞尔维亚。歼十 C 在空战性能上全面优于邻国部署的先进战斗机。歼十 C AESA 雷达加 PL10 15空空导弹的配置，基本上可以在该地区横着走。这些导弹的性能都是世界领先的，并与强大的 AESA 雷达和头盔式瞄准具配合进行制导，应对超视距空战完全不在话下。届时塞尔维亚空军整体实力将跃居南欧地区靠前的地位，这对于塞尔维亚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毕竟中国空军的主力现役战机只向友好国家出售，寻常国家想买当真不一定买得到。而枭龙3战机则是中巴联合研制的外贸战机，就是为了出口研发的先进轻型多用途战机。这款战机要比歼十 C 轻，挂载和机动能力不如歼十 C 战机，但是枭龙3战机的航电设备并不比歼十 C 差多少。而且枭龙3同样具有 AESA 雷达和发射 PL10 15空空导弹的能力。美媒认为枭龙3的日常维护和保养费用又要比歼十 C 战机低很多，定位上类似于塞尔维亚之前装备的米格21。而且如果塞尔维亚装备枭龙3，那么枭龙3在东欧地区将成为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可以说枭龙战机的技术水平在国际上也是3代半。不过美媒还认为欧洲的台风和阵风战斗机也可能是塞尔维亚空军的最佳选择。这2款战机同样是欧洲的顶尖先进3代半多用途战斗机，而且阵风战机更是近几年连卖数百架，是国际市场上有名的香饽饽。但是虎妞认为，现在论技术的话，歼十 C 战机的空战性能实际上是领先于法国的阵风战机，并和稍强于台风战机的。更重要的是，歼十 C 的采购费用要比西方国家战机便宜得多，比如法国阵风战机的单价超过2亿美元，
而在至关重要的空战性能中又不如歼十 C， 而歼十 C 的外销出口单价，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是6500万美元。也就是说，塞尔维亚如果要买阵风，就要花3倍歼十 C 战机的价格，买一架空战性能不如歼十 C 的战斗机。因此，无论是性价比、维护还是在性能上，中国战机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所以虎妞认为，如果塞尔维亚需要购买先进战机的话，那么歼十 C 无疑就是最佳选择。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歼十 C 战机稳坐钓鱼台，主要是虽然在性价比和技术上来说，台风和阵风相比歼十 C 有些差距，但是在政治上，毫无疑问，欧洲的这2款战机相比中国战机具有优势。主要是塞尔维亚早就有意加入欧盟，因此他们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欧洲战机，很可能为其加入欧盟铺平道路，掏钱买张入场券也不是没可能。后续具体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